1995年，一群智商极高的劫匪巧施连环妙计，从号称全球安保最严密的金融堡垒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盗取了多达2000吨的黄金。关于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大家可以翻找我们在几年前解说的电影《虎胆龙威3：纽约大劫案》。本期节目，天成再给大家解说一部关于从美联储盗取数亿美元巨款的惊险故事。不过，此次的盗贼并不是持枪悍匪，而是一名50多岁的清洁女工和她的2名女同事。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的呢？我们的故事还要从女主角玛丽开始叙述。玛丽是一名年过50的全职太太，在过去的30年里，她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家庭展开。除了每天打理宽敞的别墅外，就是照顾丈夫和1双儿女的饮食起居。生活过得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安稳舒适。然而在1年前，玛丽的丈夫老马突然遭遇公司裁员，从一名收入丰厚的高管沦落为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中年男。1年来，夫妇俩只能依靠存款维持日常生活，以及1双儿女在大学里的开支。这种坐吃山空的状况很快让老马和玛丽欠下了不少外债。老马迫于无奈，不得不计划卖掉自家别墅渡过难关。玛丽看着自己住了大半辈子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房屋即将易主，心里不是滋味。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她决定外出去找工作，用自己的力量帮家庭度过这场财务困境。可是对于一个30年没有工作的50多岁女性来说，现实的残酷不言而喻。玛丽在求职过程中四处碰壁，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聘用她。最后还是她以前雇佣的一名保姆给她介绍了一份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做保洁的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对于平日里养尊处优的玛丽来说十分辛苦，但玛丽还是决定应承下来，至少能有一份还算稳定的收入补贴家用。入职第1天，玛丽就被美联储内的海量现金惊得目瞪口呆。这里平时存储着来自美国其他银行的巨额现金。此外，美联储有一项特殊功能引起了玛丽的注意，那就是他们定期会从存储的现金中筛选出破损、陈旧以及发行年代比较久远的旧钞，进行集中销毁，然后再从印钞厂运来同等金额的新钞，以确保实际存储现金数量不变。玛丽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美联储每天销毁的旧钞至少都有好几百万美元。这些被送进碎纸机里的钞票其实都能在市面上正常流通，仅仅是因为这些钞票的外观陈旧或破损，才被变成了一堆废纸屑。看着一捆捆整齐堆放在一起等待被销毁的旧钞，玛丽的脑海中闪过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既然这些钱都将会被变成垃圾，何不把它们偷出来自用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玛丽开始利用工作纸扁仔细观察旧钞销毁的整个流程。这个流程极为严谨，每个环节几乎都找不到漏洞。流程的第1步是筛选和封装。每天进入美联储的所有现金都会先被送到分拣室，由专业的机器自动分拣出不符合流通标准的旧钞。分拣室的工作人员会将这些旧钞按照面额分类后捆扎，并在每捆现金上标注总金额和纸币数量，然后再将之装进玻璃做的运钞箱。等装满1只运钞箱之后，工作人员又会用一把金色挂锁将运钞箱上锁。挂锁的钥匙总共有3把，其中1把在分拣室的主管手里，其他人无权接触。销毁旧钞的第2步是清点和转运。等分拣室的工作人员将分拣出的旧钞装好箱后，专门的搬运员会用推车将玻璃运钞箱送到财务室。财务室的工作人员先核对运钞箱的编号和密封状态，然后由财务主管用挂锁的第2把备用钥匙打开运钞箱，安排下属详细清点里面旧钞的金额，并记录在案，最后再重新锁上运钞箱。销毁旧钞的第3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是粉碎旧钞。搬运员将财务室清点后的旧钞用推车送到碎钞室，碎钞室的碎钞员这时会拿出挂锁的第3把备用钥匙，打开运钞箱，将里面的纸币一捆一捆的丢入一台大型碎钞机中，粉碎成细小的纸屑。这些纸屑也会被统一收集，交由专业机构进行处理，以确保粉碎后的纸币绝无复原的可能。除了严格的销毁流程之外，美联储内部的监控系统更是遍布各个角落。玛丽在打扫监控室附近时注意到，除了员工更衣室和厕所这2个涉及个人隐私的场所外，银行内部的其他角落，无论是走廊、电梯、分拣室、财务室还是碎钞室，甚至是清洁工具间的门口，全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的实时画面直接传输到监控室的显示屏上，由安保人员24小时不间断监视。
而安保室的主管老胡经验丰富，观察力强，在美联储工作10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纰漏。不仅如此，老胡对美联储的每一名员工的作息时间、工作路线都了如指掌，甚至某个员工一天去过几次厕所，每次在厕所内停留多长时间，都能做到心里有数。更关键的是，美联储的员工在上班前和下班后都要通过安检，老胡有时候还会随机对员工进行搜身。总而言之，想要从美联储将现金偷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玛丽在了解完整个税钞流程以及美联储的安保系统之后，立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就此打消了偷钱的念头。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她在下班后逛超市时，目光突然被货架上的一款金色挂锁吸引。这款挂锁的外观、锁芯结构居然和美联储运钞箱上的挂锁一模一样。在看到挂锁的一瞬间，玛丽的大脑飞速运转，一个原本模糊的搞钱计划开始渐渐在她的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第二天上班时，玛丽在工作过程中开始留意待销毁旧钞停留过的每一个房间，以及分拣室的运钞箱存放位置、财务室人员的走动规律、税钞室的工作时间等信息，同时仔细确认了每个角落里摄像头的覆盖区域。经过半个多月的观察和摸索，玛丽终于找到了美联储内的几个监控死角，并根据掌握的信息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偷钱计划。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仅凭他一人之力绝无可能将钱从银行内偷出来，他还需要2个靠得住的帮手协助，才能完美的实施计划。而且这2个人的工作必须其中一人是负责打开运钞箱将旧钞扔进税钞机的税钞员，另一个是负责转运运钞箱的搬运员。确定好合作目标后，玛丽有的放矢，先是找到税钞员戴姐打探虚实。戴姐是一名单亲妈妈，独自抚养着2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玛丽在税钞室打扫卫生时，经常听到戴姐抱怨自己的工资太低，无法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她一直想要将2个儿子送到教学质量更好的私立学校，无奈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和赞助费让戴姐望而却步。玛丽得知戴姐的财务困境，在一次下班后主动找到她，坦诚说出了自己的偷钱计划。戴姐听完后纠结多日，最终决定跟着玛丽一起搞钱。招揽了税钞员戴姐之后，玛丽又将目光投向了搬运员丽丽。丽丽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孩，做事性格冲动，没什么城府。更重要的是，她和众多年轻女孩一样，很穷很穷。丽丽目前和男友住在郊区的一辆破旧房车内，冬凉夏暖，连基本的水电供应都不稳定。而丽丽自己每天开着一辆12手的夏利上下班，因而当玛丽和戴姐找上门邀请她一起搞钱时，丽丽想也没想就欣然答应入伙。搞钱3人组至此正式成立。3人组很快敲定了详细的盗窃方案，并设计了一个简单而又不易被人察觉的交流暗号，那就是用摸眉毛来代表准备就绪。一切商量妥当之后，3人组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正式启动了搞钱计划。计划实施当天，玛丽在上班之前，先是将从超市买来的一把金色挂锁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腰带的金属装饰后面，然后走进美联储办公大楼，顺利通过安检，将挂锁带进银行，藏入了女性更衣室的储物箱内。午餐期间，玛丽在食堂里摸了摸眉毛，向戴姐和丽丽传递出准备就绪的暗号。戴姐看到之后也摸了摸眉毛表示回应，可是2人瞅了丽丽半天，也没见到对方展示伸手摸眉毛的动作。玛丽担心事情有变，赶紧用眼神将戴姐和丽丽叫到厕所，质问丽丽为何还没准备好。丽丽赶忙解释称，自己心里实在太紧张，而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今天不适合行动。玛丽和戴姐都对丽丽的说法感到无语，却也无可奈何。没有丽丽的配合，光靠他们2人根本无法执行既定计划。无奈之下，玛丽只得暂时取消了行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当天下班时，安保室的主管老胡突然要求对银行的全体员工进行搜身。正是丽丽的神奇预感，让搞钱3人组逃过一劫。否则3人今天下班后就不用回家了，而是直接前往警局过夜。第2天上班之后，搞钱3人组调整好心态，决定重启计划，以免夜长梦多。当天上午，玛丽推着清洁车来到财务室打扫卫生。此时财务室里的工作人员们都在忙着清点即将销毁的旧钞，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清洁工。玛丽则利用清洁车作为掩护，通过财务室角落里的监控死角，悄然走到装有旧钞的玻璃运钞箱旁边。此时运钞箱上的挂锁已被财务室的主管用钥匙打开，
要等到工作人员们将旧钞清点完毕后再重新上锁。玛丽趁此机会快速拿出藏在身上的同款挂锁，替换掉了运钞箱上原来的挂锁，同时牢牢记下运钞箱的编号，然后假装正在打扫卫生，若无其事地走出了财务室。紧接着，玛丽来到厕所，将记下的运钞箱编号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随后利用路过搬运区的机会，偷偷将纸条塞给了正在这里忙活的莉莉。莉莉看完纸条，随即推着车来到财务室，将那只换过锁、此时已被重新上锁的运钞箱搬上推车，准备送往穗超市。在等候电梯的当口，莉莉利用运钞箱作为掩护，迅速拿出玛丽提前交给她的钥匙，打开换过锁的运钞箱，从里面抽出几捆旧钞，塞入电梯旁边的垃圾桶内。更加巧妙的是，莉莉平时特别喜欢听音乐，工作时总戴着耳机，身体会跟着音乐肆意晃动，因而她偷钱的动作完美隐藏在了自己的手舞足蹈之中。即使从电梯旁边路过的同事也没有丝毫对莉莉起疑心。将旧钞塞入垃圾箱后，莉莉重新锁好运钞箱，假装无事地推着推车走进电梯，前往穗超市。玛丽则在几分钟后推着清洁车来到电梯旁边，大大方方地将垃圾桶内装有旧钞的黑色垃圾袋拎出来，扔进清洁车，然后推着清洁车直奔女厕所，将偷来的钱藏在厕所的隔间里，并将运钞箱原来的挂锁、写有编号的纸条以及打开新锁的钥匙一并放进厕所的垃圾桶。穗超员戴姐旋即赶往厕所，将挂锁、纸条、钥匙从垃圾桶里掏出来，带进穗超市。最后在穗超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指定运钞箱的新锁换回原来的挂锁。至于里面的旧钞，则通通扔进穗钞机，究竟少了几捆，也就无人知晓。当天下班之前，搞钱三人组再次在女厕所碰面，将偷来的旧钞分成3份，塞入各自的内衣里。即便安保人员临时搜身，一般也不会触碰女性员工的私密部位。就这样，3人成功通过安检，将偷来的第一笔钱带出了美联储大楼。整个过程完美无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当天晚上，戴姐和莉莉来到玛丽家中，3人清点了今天偷来的现金，足足有几万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戴姐大半年的工资，或是莉莉一整年的收入。3人欣喜若狂，一边在玛丽家的卧室里又蹦又跳，一边疯狂撒钱玩。就在这时，玛丽的丈夫老马忽然从外面回来，看着满屋子的现金和3个近乎癫狂的女人，老马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他沉着脸将玛丽拉到隔壁房间，质问这些钱是不是从银行偷来。玛丽见事情败露，只得对丈夫如实相告。老马听闻此言，赶忙劝说妻子立即收手，但此时的玛丽已被金钱冲昏头脑，她满不在乎地告诉丈夫，自己偷来的这些钱原本都要被销毁，既然如此，不如废物再利用，用它们来帮3个家庭度过经济难关。而且玛丽坚信搞钱3人组的偷钱计划非常隐秘，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老马见妻子固执己见又信心满满，也没什么办法，总不能跑去警局告发他吧。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搞钱3人组使用相同的手法，一次又一次地将大量现金带出美联储。他们分工明确，配合更是越来越默契。玛丽负责统筹全局，观察形势，更换锁具；莉莉和戴姐则利用工作之便偷取现金和换回锁具。3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堪称天衣无缝。随着偷来的钱越来越多，搞钱3人组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玛丽还清了家里的外债，保住了自家的豪华别墅，甚至将别墅内部装修一新。戴姐筹足了学费，将2个儿子转入了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还给孩子们报了大量的兴趣班。莉莉则和男友重新购买了一辆崭新的豪华房车，并将自己上下班开的12手夏利更换成了名牌轿车，彻底摆脱了窘迫的生活。1年之后，搞钱3人组总共偷来的现金已达1000万美元。这天晚上，在玛丽的提议下，3人专门搞了一个庆功宴会。参加庆功宴的除了玛丽、戴姐和莉莉之外，还有玛丽的丈夫老马以及莉莉的男友安东。晚会上，老马看着眼前纸醉金迷的场面，心中愈发感到不安。他劝说搞钱3人组就此收手，以免出现意外，面临牢狱之灾。戴姐担心罪行败露，影响到自己的2个儿子，也表示可以见好就收。可是玛丽和莉莉却不同意。玛丽觉得现在攒的钱还不足以让自己后半辈子衣食无忧，莉莉则沉迷于花钱的快感，完全没有风险意识。经过激烈的争论，5人最终达成一致，等每个人都攒够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后，再考虑收手。然而就在庆功宴后的第2天，搞钱3人组的行动就出现了重大纰漏。当天上午，玛丽来到女厕所，
在将替换挂锁的钥匙扔给戴姐时，因用力过猛，不慎将钥匙扔进了洗手池里，钥匙旋即滑入下水口，掉进了下水道。而此时指定运钞箱的锁已被玛丽换成了替换挂锁，没有替换挂锁的钥匙，戴姐在碎钞时就无法打开指定运钞箱，并将运钞箱的替换挂锁换回原锁。那么三人偷换锁具、盗窃旧钞的行为就会立即暴露。玛丽顿时急得满头大汗，能够打开替换挂锁的钥匙只有2把，另一把备用钥匙目前在莉莉手里。问题是，玛丽刚刚清洁完莉莉工作的搬运区，现在再回去找莉莉，肯定会引起其他同事的怀疑。更要命的是，为了假装彼此不熟悉，搞钱三人组互相之间从不通电话，也就没有互留过手机号码。因而此刻玛丽想要联系上莉莉，变成了一件万难之事。情急之下，玛丽想到了自己的丈夫老马，她慌忙躲进厕所的隔间，用手机给老马打去电话，说明了刚刚发生的紧急状况。老马挂断电话后，急忙驱车赶到莉莉和安东房车的停靠地，找到了莉莉的男友安东，然后再通过安东联系上了莉莉。莉莉得知情况后灵机一动，将替换挂锁的备用钥匙裹在一块口香糖里，扔进电梯，并立即将此情况打电话通知男友安东。安东则将此情况转述给老马，老马再将此情况打电话告诉玛丽。玛丽在接到电话后，随即以清洁工的身份赶到电梯，拾起莉莉丢弃的口香糖。紧接着，他以清扫碎钞室为由，将口香糖里的备用钥匙交给了正在这里焦急等待的戴姐。戴姐接过钥匙，迅速完成了碎钞和更换挂锁的流程，一场有惊无险的意外就此化解。玛丽暗自庆幸自己反应神速，可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在碎钞机悄悄给戴姐递钥匙的举动被一名正好经过碎钞室的巡逻保安阿莫看到。不过阿莫既没有制止，也没有揭发两人的行为。当天下班之后，阿莫私下找到戴姐，说出了自己的发现。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戴姐赶紧收手，免得招来牢狱之灾。戴姐这才得知，阿莫早就对自己心存好感，只是出于害羞和担心被拒绝，才一直没说出口。阿莫一方面理解戴姐独自抚养2个孩子的艰难处境，另一方面又特别担心戴姐非法搞钱会给自己招来祸端，所以才私下里劝她及时回头。告别阿莫之后，戴姐赶忙找到玛丽和莉莉商量对策。两人琢磨之后，给戴姐出了个馊主意，那就是让戴姐主动出击，去说服阿莫，然后再将阿莫拉入搞钱团伙。戴姐思来想去也没别的办法，只好采纳了玛丽和莉莉的建议。当天晚上，她直奔阿莫家中，打算用身体来征服阿莫，结果遭到了阿莫的断然拒绝。戴姐讨了个没趣，只得灰溜溜地返回家中。第二天上班时，玛丽找到阿莫，当面质问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竟然拒绝戴姐的主动现身。不料阿莫坦诚地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搞钱团伙，只是无法接受戴姐用身体做交易。在阿莫看来，自己是真心喜欢戴姐，如果戴姐对他没意思，他是绝不可能出于交易占有戴姐的身体。玛丽听完阿莫的真情告白，颇为感动，她随后将她的心意如实告诉了戴姐。戴姐听完后更是深受感染，她本来就对阿莫印象不错，但由于平日里既要工作又要照顾2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个人情感问题。如今阿莫主动表白，他也没理由拒绝对方。在阿莫加入搞钱小组后不久，戴姐就跟对方成了一对情侣。有了阿莫的掩护，玛丽、戴姐和莉莉3人行动时更加如鱼得水。阿莫会提前将当天银行安保部门的巡逻时间以及重点监控区域告诉他们，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帮忙引开其他安保人员的注意力。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玛丽等人的偷钱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他们偷来的旧钞在各自的家里堆成了小山。随着财富的增加，几个人的消费也变得大手大脚，肆无忌惮。他们的这种反常消费行为很快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FBI 的探员们开始24小时跟踪和监控玛丽等人的行踪。玛丽最先察觉到了异常，于是赶忙召集团伙成员开会。大家经过分析，一致认为搞钱团伙已被 FBI 盯上。FBI 至今没有抓人，恐怕是还没掌握直接的证据。而搞钱团伙目前唯一的罪证就是各自家中堆积如山的旧钞。如果 FBI 申请搜查令，对众人的住所进行搜查，事情必然败露。届时每个人都将难逃坐牢的命运。大伙儿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忍痛将所有偷来的钱全部销毁。一场疯狂的毁钞行动旋即展开。老马将家里的碎纸机搬到卫生间，然后将一捆又一捆的现金塞入其中，再把粉碎后的纸屑冲入下水道中。
直到粉碎机工作到冒烟，下水道堵塞，才销毁了不到一半的现金。戴姐则在自家后院点了一堆火，将所有旧钞付之一炬。丽丽的做法更是简单粗暴，她将全部钞票搬到自己和男友此前居住的破旧房车，然后在郊区的一处空地上直接点燃了房车。然而搞钱团伙偷来的旧钞实在太多，每个人费了老鼻子劲也没能在短时间内销毁全部纸币。FBI 的探员们意识到搞钱团伙正在消灭证据，立即展开行动，将老马、戴姐、阿莫、丽丽和安东5人缉拿归案。玛丽因提前觉察到危险，带着一大包现金从自家别墅的后门小路溜走，逃过了 FBI 的抓捕。脱身之后，玛丽并没有选择远走高飞，而是花费巨资在当地找了一位名叫老白的金牌律师，希望对方能将老马等人从警局捞出来。白律师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拍着胸脯表示，只要警方无法证明玛丽等人销毁的现金是从银行偷来，搞钱团伙中的所有人都将没事。毕竟美国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不准民众在家烧钱玩。当然，为了换取美联储和警方的谅解，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司法诉讼之中，搞钱团伙必须放弃所有非法所得，包括用偷来的钱购买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在白律师的指导下，玛丽随后联系上了被关押在警局的老马等5人，让他们统一口径，坚决不要承认偷钱行为。与此同时，白律师开始和 FBI 以及美联储交涉，一方面强调警方证据不足，很难打赢官司，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和解的条件，那就是玛丽等人将所有非法所得当作罚款，以换取司法部门对他们不予起诉。 FBI 仔细排查了美联储最近几个月的每一帧监控录像，实在找不到玛丽等人犯案的罪证，而美联储保安室的主管老胡又不愿承认自己失职，坚决否认银行丢过钱，因而 FBI 最终同意了白律师的和解条件。就这样，老马等人很快恢复了人身自由，但众人又重新回到了以前的那种财务困顿的生活状态，过往的富贵宛如一场迷梦。不过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8个月后，美联储盗窃案的风声逐渐平息， FBI 也解除了对玛丽等人的监视。这天晚上，玛丽将戴姐、丽丽约到3人经常聚会的酒吧。走进酒吧之后，玛丽没有带2人去卡座，而是径直走向了酒吧的冷库。冷库的货架上摆满着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里面装着一捆捆的旧钞。原来玛丽早就料到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所以她未雨绸缪，提前收买了酒吧老板，将一部分大面额的旧钞转移到了酒吧的冷库里。有了这笔钱，至少能保证3个家庭过上无忧无虑的中产生活。本期的故事来自于2008年上映的好莱坞犯罪喜剧《我为钱狂》。这个故事我们在5年前解说过一次，当时视频做的比较粗糙，所以此次重新做一版分享给大家。不过田成在这里还是要多提醒小伙伴们一句，电影里的情节仅供娱乐，大家看个热闹就好，千万别被剧情影响，产生任何不切实际的念头哦。节目的最后，田成也衷心祝愿大家都能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早日实现财富自由。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让田成的声音长期陪伴你左右。下期见。